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9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91.67，收盘价是299.6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99.85。最低价是在291.24，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各条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5447.09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1 倍，成交量基本持平。KD 值开口增大，双线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的上行走势中。MACD 开口变小，双线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中绿 K 线，是一根上涨的 K 线，与前两个交易日的 K 线的线型是相同的。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行进中。那股价在上行中出现跳空的高开盘，然后生成一根实体中绿 K 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是要有继续上涨的愿望。好，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那今天的K 线部分的解读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如果有熟悉这部分内容的观众可以直接跳过，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说明中是有时间线的，大家可以点击跳过。好，我们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出现3根连续的底底高、头头高的向上的绿 K 线，并且呢，这些绿 K 线是没有上影线的，即使有呢，也是很短。那这样的组合叫做连3绿 K 线组合，代表多方向上的企图是非常强的，这是多空意味的一个体现。那如果是在低档出现连3绿的 K 线组合，日后如果股价再下跌呢，那在这个地方的打底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通常在空头下跌到低档，在反弹的时候出现连3绿 K 线组合，那这说明这样的股票是具有上涨潜力的，要注意锁股。那如果是连3绿 K 线组合在相对高的位置出现，并且呢，每一根 K 线都带有长长的上影线，那要注意股价在日后出现新高之后呢，有可能会转折向下。那目前我们现有的这个连3绿的 K 线组合它位置首先说不是在高点，并且每根 K 线上呢也没有上影线。好，那么在空头的行进中，如果出现连3绿 K 线组合呢，那可以视为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那股价呢后续是很容易反弹到前面的压力位的。那目前前面的压力位我们会看到是在303有一个位置，然后呢是314这个位置。那我们会看到，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连3绿的 K 线组合，那它的反弹的目标一定是314，因为连3绿 K 线组合日后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也就是会高于299.85这个点。对，那么303是很容易会突破的。
好，那以上呢是连三律 K 线组合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组 K 线组合。我们把8月24日到9月2日的 K 线进行合并，它将是一根长红的一个下跌的 K 线。那我们合并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取第一根 K 线的开盘价和最后一根 K 线的收盘价形成一个实体棒。我们把它画出来。第一根 K 线的开盘价和最后一根 K 线的收盘价。好，然后我们再把9月6日和一直到9月9日的这个连续4根绿 K， 我们把它也合并。同样的原则是第一根 K 线的开盘价到最后一根 K 线的收盘价。好的。我们变换一下颜色。好，这样一来，我们把这2根 K 线移出来。好的。然后把这个绿 K 也移出来。对的。好，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形成的是一个左长红，右长绿，然后右边长绿实体的上沿高于左长红实体的上沿，右边长绿 K 线的下沿高于左边长红 K 线的下沿。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叫做一路向上。那如果这样的 K 线组合是出现在低档的位置，并且如果配有较大的成交量，那股价是容易反转向上的。那下方呢，我们事先画好了2个成交量的柱线。那左边的这个成交量呢，是在4700万股。对，那么它是由9月2日到8月24日这几日成交量的平均值是4700万股，然后我们又把9月6日一直到9月9日4个交易日成交量的平均值算出来，是在5551万股。那它如果合并之后，它将是前一日成交量的 1.17 倍，是一个量增。那我们说一路向上的 K 线组合，如果出现在低档，然后配有较大的成交量，那股价是容易反转向上的。好，这是一个 K 线组合。我们再来看一个 K 线组合。对，如果说我们采用8月25日的这根 K 线作为起始 K 线，一直到9月2日，那么我们的这个实体就要上移到8月25日的开盘价是在302。好，我们把它提升到302。好，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是左长红，右长绿，然后右侧长绿实体棒在左侧长红实体棒的上沿和下沿之内。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叫做母子怀抱，并且如果是出现在低档，对，那说明股价的
这个空方的力量在减弱，那股价呢有可能会是转折向上。那这样的一个低档的母子怀抱啊，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组合。那这样的母子怀抱的母线的最高，也就是这个长红实体 K 线的最高，是在如果是8月25日的最高是在 302.96，我们说303。那这个最高啊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位置。日后如果股价突破了这个303，那这样的一个反转将会被确认，也就是说股价会出现上行。好，那么母子怀抱啊，次日的开盘价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开高，股价是容易反转向上的；那如果开低呢，股价是容易出现下跌。那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或者叫次两日的交易日啊，股价不能够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303，那要注意可能会形成新的下跌的 K 线组合。好，那以上呢是K 线信息的一些解读。那我们呢是尽可能的寻找了一些预示股价走势的 K 线信息来给大家进行分享。那当然呢，这也许是我们的一些过度解读。那我们通过这些证据的寻找呢，做出预先的判断，然后呢再用后续实际发生的这个 K 线来证实这些 K 线信息的寓意与实际发生的差别。那这样呢，我们就会从中体会到一些经验，那有助于我们通过 K 线技术的解读呢，来了解市场的交易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先去除这些辅助线。好的。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9日股价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是出现横盘，收盘收在290。那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在296.5。那它的条件呢是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287的。那实际在9月9日收盘价是在299.68，出现了上涨。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啊，它的条件与实际是相符的，本质也是相同的，就是说收盘价都站上了200日均线值，但是呢，这个点位相差的是比较大的。那预测的点位啊，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如果收在296附近呢，会收出一根带有长长上影线的绿 K， 而实际的收盘呢，是收了一根实体的中绿 K 线。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目前这个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向上的。那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好，那在分析股价之前呢，我们再来加一条辅助线。我们把图缩小，我们把4月5日的最高384.28和8月16日的最高连接起来。好，我们变换一下颜色。那我们把它定义为是3号趋势线。
好，那我们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下行趋势线，我们定义的原则，就是第一个高点呢，我们要找这个起跌的 K 线，也就是4月5日的这个 K 线，它是股价起跌的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第二个点，我们是找这个起跌 K 线之后的高点，那么我们定义的是在8月16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样的 K 线呢，第二个高点呢，我们会看到起跌 K 线之后会有很多的高点。那我们为什么要定义在8月16日？我们变换一下这 K 线，说我们也可以定义在这个高点。对，移下来之后，我们会定义在4月21日这高点。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形成之后，我们会看到在7月21日这根 K 线啊，已经站上了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趋势线。那所以呢，这个趋势线就可以取消了。当然，我们会看到，我们再变换一下这个趋势线，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线定义在这个点，也就是在8月4日的这个最高。那定义在这儿呢，我们说对于目前我们分析这个股价，它只能是作为下方的一个支撑，对，并且我们会看到在股价回撤之后，在8月15日已经站上了这条趋势线，然后又重新跌回到趋势线的下方，所以这条趋势线的意义也并不大。然后呢，对，我们再把它进行上移，我们还是移到8月16日来讲，对，那这样一来，这个趋势线对于我们目前的股价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两个起跌的最高和第二个高点。当然，我们说，4月21日的这个高点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呢？当然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起跌点，说我就是想把它定义在4月21日作为起跌点。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会看到这个趋势线依然可以应用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股价的分析中。好，那作为个人的习惯呢，我认为我们要寻找一个起跌的那根 K 线的最高，所以我想把它恢复回来，我想用4月5日的这个最高。好的。好，这是我们来稍稍做了一些解释，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线是怎样来的。好，那么我们把图放大，那我们来继续分析，说股价的上行对于9月12日来说，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上方的这个3号趋势线。3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301附近，然后和上方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303，就是8月24日的这个最高。那接下来就是上方的314。我们说后续如果股价站上了314呢，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那我们在以前的视频曾经说过，说这一波股价的上涨呢，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我们说在5月5日的这个最高是315。那我们会看到，在当时股价在遇到这个位置之后进行了回调，然后继续向上，没有突破，继续向更深的一个位置进行回调。那么现在股价又出现了反弹，我们说它的目标依然是314。那并且刚才我们在分析 K 线组合的信息的时候说了，连三绿 K 线出现在低档是强势的反弹，那么反弹它股价是很容易反弹到之前的压力位的。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说，这个反弹的压力位指的就是314这个点。
好，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如果想到达314啊，在这个区域内是有一个阻力的，也就是3号趋势线和303。那我们说这个地方这个区域是多空双方都非常关注的区域。那空头啊，它是想在这个地方去做空，然后继续维持这个头低的下行的这个3号趋势线。对，也就是想使股价继续下行。那多头呢，是想在这个位置进场。那我们说连三绿 K 线组合之后必有新高，那必有新高之后呢，然后多头想在这个区域出新高之后，如果出现回档，那这个3号趋势线呢将会成为一个支撑位。那如果回档之后再上涨，就是回后再上涨，那多头是想要在这个地方去进场的。因为啊，回后上涨这是多头的进场点。那么在之前没有抢到反弹的多头呢，可能会把目标定在这个回后上涨的这个位置。所以啊，这个地方是多空博弈的点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下方的这个缺口。那当然还有就是9月12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包括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地方。那所以说呢，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在这个缺口的附近。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9，是这个第2根绿 K 的最低，9月8日的 K 线最低是279。当然再向下就是要突破2号趋势线。好，那我们现在啊，目前把这个水平线啊，我们调整到287，在这个位置。好的，然后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287，我们来解释一下，它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那只要不跌破5日均线值呢，有可能就会还会反转向上。所以我们关注下行，我们要关注这个287。好，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上方站上303，或者说是站上3号趋势线，股价会继续上行，目标是314。下方，股价如果是跌破了287，那会出现下行，目标是跌破2号趋势线。否则在9月12日，股价会在303和287之间进行横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301，就是当日 K 线和3号趋势线的交点。第2个压力位是303.96，是8月24日的最高。接下来是上方的314.6， 8月16日的最高，这是第3个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那下方的支撑啊，我们一一来看一下。首先有200日均线值是在295附近，然后30日均线值是在292附近，然后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91附近。接下来下方的缺口是289到291，
当然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287到291。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均线值和缺口，包括前低，我们把它合并，这是一个非常宽的支撑区间。那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那第一个支撑区间是在287到295，在这个位置。好的。那接下来第二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82到284之间。然后279，9月8日 K 线的最低是第三个支撑。接下来的支撑就是2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75。好，那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加一个矩形作为观察。对，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是在287到295，下方到287。好，这条线。好，我们就使用这个颜色。这是下方的一个支撑区间。好，这样一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区间是比较宽的，然后上方在这个地方呢，又是多空博弈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对于9月12日它的开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上方的压力很重，下方的支撑也是非常强的。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9月12日股价的预测。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第一个可能是上涨。那上涨呢，我们会给出2个方案。第一个是强势上涨，如果是强势上涨，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1，最高会到达309，收盘会收在308附近。那出现强势上涨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99的。好，这是强势上涨。那另外一个上涨呢，有可能是一个休息上涨。那如果是这样一个休息的上涨呢，它应该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95.5，最高会到达304.5，收盘会收在302.5，在这个位置。好，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04的。对，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99，最低会回踩到290，也就是会回补下方的一部分缺口，然后收盘会收在291附近。那如果出现回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301的，也就是不会突破上方的这个3号趋势线。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12日走势的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